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宏老师，欢迎；相声演员曹鹤阳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辛唐米娜老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4位老师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我和我爱人结婚快20年了，从结婚之前他就喜欢玩游戏，我以为他能为我做出改变，但是直到现在他还是沉迷打游戏。我希望他就算不是为了我，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做出改变。我觉得说我沉迷打游戏有点太夸张了，业余时间玩玩小游戏放松放松，我觉得没什么。该做的事儿我一样也没耽误。我希望我的妻子没有那么强的控制欲，希望我们能互相包容理解。有请这对夫妻，有请。胡先生50岁，来自河北，个体；于女士45岁，来自天津，个体。有请2位，有请。主持人好。啊，主持人好，欢迎2位哈。听说过也见过网瘾少年，没有见过网瘾中年，您算是吗？算是吧。算是吧。特别算。特别算啊。结婚有多少年？19年了。孩子多大？10岁。您先生什么时候开始迷恋上这游戏的呀？20多年前，从结婚之前。那时候还没有像那个网吧呀，没有这种。当时他是去游戏厅玩。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还是结婚之前，有一天我怎么都找不到他了，打电话也打不通，甚至我那天都报警了。然后我回家之后，那时候还没结婚嘛，回家之后，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手里是一直抓着手机的。然后到半夜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几点了，他突然给我打电话了，我才知道他出去玩了。连个电话也没给你打是吧？对。这怎么就敢嫁了呢？这不是还没结婚呢吗？啊！当时那时候可能也是年轻，那时候比较小嘛，也没拿这个他爱玩这个看成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也许结了婚之后应该不会一直那么爱玩了吧。但是结婚的第4天晚上，他就把我一个人放家里自己出去玩了。去哪儿？游戏厅。去网吧。去网吧了啊。挺厉害。当时因为刚结完婚第4天嘛，所以我还是穿的那个，就是当时结婚的时候那种比较鲜艳的衣服。然后天也黑了，我自己出去找他。当时我父亲特别不放心。而且我觉得，因为我们结婚的第1、2、3天，我们不在天津。我觉得如果要是在天津的话，他可能都等不到第4天了。哦，就当地没有是吧？可能在那不太熟悉啊什么的。哦。那么大瘾呢？是什么情况呢？我是老家是秦皇岛的啊，然后呢，来到天津呢成家，亲戚朋友都不在身边，就感觉特别孤单。我就用游戏排解一下这种情绪。这不是有媳妇儿了吗？还孤单吗？这个爱情和这个亲情啊，我感觉它并不是一种感情哦，它能够释放人一些这种情绪啊，何以解忧，唯有游戏。挺奇葩的。有一次他跟我出去逛街的时候，我们俩并排走，他举着手机看，然后我进了一家店，他跟着前面那女的走了，走出去了一段路之后，然后我发现那人不是我，他才又回来的。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手游能玩的那样啊，手机上面全是一些小游戏啊，充其量就是个俄罗斯方块，来个贪吃蛇，就这也能玩。那时候我主要是在手机上看电子书。对，他的手机如果横着拿的就是玩游戏，竖着拿的就是看小说。这个时候有意识到说，哎，我这老公好像这对网络有浓郁的兴趣，比对我的兴趣还高，有没有这个意识？对，就是这样。我觉得他可以跟手机过，然后他可以跟手机同生共死的感觉。结婚之后，他倒是很少出去上网了，因为家里有电脑嘛，所以天天就在家里玩。每天早晨一睁眼的第一件事是开电脑，晚上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是关电脑。这一天如果你要是不跟他说话，他也可以一天不理你。然后到吃饭的时候，你要是不喊他，他也可以不吃不喝就一直玩。
比如你有什么事儿需要他去帮你做一下，或有什么事儿需要他站起来了，他就是人离开椅子了，但是眼睛还在屏幕上，手还在鼠标上，然后说的就是等一下，马上。所以现在我们孩子有时也是这样，你喊他有什么事儿，他也告诉你马上，等一下，然后你就等吧。那个时候我确实，有点网瘾，然后呢再打一些那个大型的网络游戏。但是那时候因为我是做生意的嘛，顾客就那么多，接待完顾客就没什么事儿，所以就回家就想玩游戏。家务谁干？我做的多，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都是我。这个有了孩子之后也没改变吗？没有，刚有孩子的时候好一点，但是孩子稍微能脱一点手的时候，就又原来那样了。电脑不玩了，又改手机了，比电脑更方便了。就是可以随时随地，只要他在家里，就是客厅或者卧室都是看着手机。如果有时出去的话，如果是在走路，也是低头看着手机。有时候我还说他怎么不会掉沟里呢？孩子慢慢的现在10岁了，就越来越大了，影响的孩子现在也是爱玩。本来其实孩子学习应该还是可以的，因为老师也说，就是他如果只要他用心学，只要他就是认真一点，他记这个东西很快，应该是学的比别的孩子会稍微快一点。但是呢，有时候上课的时候，老师跟我说过2、3次了，就是看他的眼神能看出来他在走神儿。你一个10岁的孩子走神能想什么呢？肯定就玩的事儿呗。第一，我觉得就在做家务的上面，我并不是做的很少。他做饭，我呢就是拾厨房，刷碗，像脏活累活家里的，都是我的。家里有什么脏活累活？擦地，擦玻璃，做全部的卫生。然后呢，工作上呢，我也没耽误，只不过就是有一个玩游戏这个爱好。他说这个擦地确实是我们就是住到现在这个房子20多年了，我没擦过几次地，但是他是差不多1个月擦1次地。有时候地上就你看得出来很脏了，有时候跟他说你擦擦地吧。所以对他做家务这一块您是不满意的是吧？对，就是你想让他做的什么，你就去等吧。你跟他说完之后，可能很多天以后他才会去干这件事儿。包括他说我做饭，他收拾厨房、洗碗，我们无论几点吃完晚饭，那个碗都能放到11、12点再刷。我们就是7、8点钟吃完饭，桌子可能都在那儿乱着，厨房都在那儿乱着，一直耗到晚上11、12点，然后他就觉得差不多了。但是我也去刷了，每天对，人家11、12点人家都睡觉了，然后我们家叮当的在收拾厨房。好，挣钱妻子是认可的，家务妻子是不认可的，是吧？起码是不满意的，不能全否定，但是起码是让人特别着急的那种。好，就是这2个叫硬件嘛，基本嘛。那家里面还有一样东西嘛，叫情感付出嘛，和情感交流嘛。你觉得跟孩子的这块时间用的怎么样？我觉得跟孩子的时间要比他要多啊。现在是小学5年级了。我们孩子比较内向，到外面跟小朋友交流啊，比如滑滑梯的时候，有1个孩子在那玩，他都不去玩。我一看他性格非常内向呢，就去帮助他跟小朋友交朋友。这时候我就是做游戏，想出一个游戏，让很多小朋友一块儿参加，那么他也会参加。这样呢，慢慢他就融入到这个小朋友这个群里了。现在呢，性格也改变多了。他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孩子们在一块玩，他在旁边看手机，然后孩子们跑到哪儿去了不知道。我有时候在窗户就能看见他一个人在那看手机，然后说我就会给他打电话问他孩子呢，再去找孩子。主持人不是这样的，这个情况啊是最近这2年，因为孩子大了，然后呢，他们跑的速度非常快，我呢不可能从后面跟着他们去跑，因为我如果要是跑的话就太累了。您家男孩女孩？男孩。谁带的比较多呀？我觉得我带的多，因为上学我送，放学我接，回来之后我带他去
跟小朋友玩，甚至是他们做游戏，都是叫着我一块儿去做的啊。当爹这块还行，对吧？算还行吧，还行。对孩子的陪伴没说谎吧？对，这个你是肯定的，对吧？那为什么不陪老婆呢？没时间啊，有那时间还玩会儿游戏呢。这个点我做的确实要差一些。我总感觉啊，就是老夫老妻了，这么长时间了，没有那么多的话要说，没有那么多的新鲜事儿要分享，这点我做的确实。所以这个大概才是今天来的一个问题的核心吧。而且还有就是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不像原来20多岁的时候，现在都已经50岁的人了，而且这些年持续都是每天晚上玩游戏玩到1、2点钟才睡啊。再加上他平时又爱抽烟，然后再喝点酒，我觉得他这种生活习惯，他不是玩游戏，他是玩命的现在。然后孩子还小，假如说他如果要是有个3长2短的，我觉得倒霉的是孩子吧。你不倒霉吗？我跟着倒霉。哎，今天来到底要干嘛呀？就是我，因为已经持续了20多年了，真是没法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如果而且我在家里已经说了很多次了。最开始，因为我是跟我的父母我们在一起生活，开始的时候我跟他说我会关起门来说，我觉得太吵啊，或者是太闹起来的话，可能我爸妈也会跟着着急，跟着生气。然后后来就是到这几年，就是我急了，有时候就是当着他们的面也会说他。最严重的有一次我还摔了。结婚20多年还跟父母住啊？现在还跟我妈妈一起。为什么没搬出去啊？因为他家不在这儿，然后从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就是裸婚。什么都没有，这20多年也没分到个房子上，比较难吧？尤其这几年可能生意也不太好做。就算半个上门女婿是吧？算。跟这个岳父岳母住在一起压抑吗？肯定有压力。就有一次我跟他，因为他带着孩子一块玩，然后我把他手机给扔了，就这样他还是依然在玩啊。我就觉得之前就是这么多年就。一个大的是这样，已经天天就着急啊、生气啊，没办法。现在我复制出来一个小的，还是这样。我有时候就想结这婚，为什么呢？就为了弄这一大一小，天天气死我。所以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咱也不要求他以后再不玩，起码你有些节制吧，然后别影响到孩子。你在情感上对这个男人还有需求吗？还有要求吗？没有。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情感上已经对这个男人没有什么要求了？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我们其实初步的听下来，基本上面你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男人嘛，就是他需要跟岳父岳母住在一起，婚后2个人没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去磨合，然后自己呢在心里又觉得我是一个外乡人，我来到这儿我不容易，我需要在情感上有沟通有交流，但是我的妻子现在这么听起来是比较强势的一个妻子，我需要找一个问题的出口。所以他找到的出口，过去可能是网吧，然后是电子书，然后是大型的网络游戏，然后是现在的手机游戏。那他的指针只有一个，我有需求啊，我得不到满足啊，我要找一个被外放满足的东西。他找到的是这个。有了儿子之后，他开始扮演一个父亲的角色，他陪儿子去玩，这块你是肯定的，对吧？家务是正常在做。挣钱你也没有提出说他挣得不好，至少你看到他是努力的，对吧？对。然后对孩子的陪伴也不错，那唯一的挑剔不就是一个妻子对丈夫的挑剔吗？而在这里面有2个细节，第一个细节是回家就靠在那儿玩手机，我把它翻译过来就是，难道你看不见老娘我吗？这是第一句话吧。第2句话，为什么晚上一直要拖到11、2点钟才把碗洗了？那个时候正常情况应该上床睡觉，对吧？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才洗碗？在躲什么？为什么洗完之后还要玩游戏？他在躲什么？那我还是把它翻译过来，难道老娘一点魅力都没有吗？这不就是要爱吗？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呢？所以我特别想问您，
你还爱不爱你老婆？肯定爱的。你爱就是这样冷着她、晾着她的吗？不会。你不就是客观就是冷着和晾着吗？没有不会啊。你看你的时间可以用来陪你的客户，对吧？闲暇时间你陪你的游戏，对吧？孩子上下学你要接送，孩子要出去玩你要陪伴，你的时间给老婆的有多少？这大概才是你老婆的心声。什么扔掉手机呀？这你们家的第三者吗？不就手机吗？但是我想提醒你，手机只是一个外在的形式。为什么他有了儿子之后，他能够细微的发现儿子没有办法跟别人去交流，然后他开始组织儿子和小朋友一起去玩，从而让孩子树立自信，开始融入到小朋友的社交当中来。他为什么会想办法？他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能把手机放下？想过吗？想过吗？因为爱呀，他不是没有啊。儿子激发了他呀，弱者激发了他呀。你强啊，你怎么激发他对你的爱呢？我看到的不一定对，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看看能不能给您一些启发，好吗？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包红兄，确实，陪妻子逛商场，还在玩手机、玩游戏，这不是消遣，这是沉迷。您看，您沉迷网络世界，忽视的是什么？忘却的是什么？那就是现实责任了。有句话说得好，好丈夫的背后一定是有一个好妻子。女人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改变身边的男人。你为什么不把这样的功能去释放出来呢？所以你的努力，我们真的没有看到。除了失望、指责，还有什么？您只有走进他的心里，让他的心感到温暖了，就像面对你儿子一样，他温暖了，他有成就感了，他认为，哎，我带着孩子，孩子们喜欢跟我玩，而且玩得很开心。孩子原来内向，现在变得逐渐，哎，快乐了，外向了。这就是改变呀。人改变人虽然难，但并不是说不能改变。所以我认为，你50岁的年纪，确实要有自律，适可而止的玩游戏。不管什么原因，不管有什么失落，有什么惆怅，您不能麻醉自己，麻痹自己。姓胡不能糊涂，但你呢，努力的，作为一个家里的家长，你释放出的更多的是温馨温暖的信号的时候，他会不接收吗？您不信试试看好吗？谢谢博红兄。杨老师，我试着去还原一下当年你们的结合啊。一个老实巴交的穷小子，遇到了一个窈窕淑女，他居然看上你了，你喜不自胜的就娶了她，做了上门女婿。就是上门女婿啊，其实，所以呀，他来到你的家里，他是忍着来的，这就是你们婚姻从头就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所以我沉溺到网络世界，逃避和你的不愉快。你对他所有都是希望他工具化，你放下手机为了给孩子一个标本的作用，你放下手机为了给我多擦几遍地。我告诉你，如果你们俩持续这样发展下去，现在孩子10岁，等到孩子20岁的时候，上大学时候或者大学毕业以后，你们就2种结局：一，这个男人不再忍了，我的生活里没有感情，我这20多年就是在老丈人家待着，抬不起头，被我媳妇儿天天看不上，他就走了。2，他就算他感恩戴德一辈子，他不走在你身边，等你的孩子长大，你父母都离去了，你就是孤家寡人，家里边守着这个老公更是个工具，到时候还地都不愿意擦了，你得不到任何温暖，只有这2种结局，真的。你们2人现在正应该关注的是你们的小家庭啊，怎么才能把中年人家维系起来？就是需要你们2个去相爱，去关爱彼此。你要爱他，
你不是说你得回来给我擦几遍地，你去关注一下他喜欢什么，他想要什么，你去陪一陪他。先生也一样，如果你不想始终在这个家里抬不起头，这么压抑着生活，你也抬眼看看你的妻子，你再这么不作为，窝窝囊囊下去，你也是孤独终老。很多爱是我们争取才能得来的，很多事儿是我们要去主动去行动起来，才能让你们的生活中有流动。现在死水一潭，离真正到绝境就差不多没几年的事儿了。所以我希望你们努力吧，中年人了，年过半百了，为自己后半辈子的幸福和谐，咱都动一动吧，好吗，先生？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曹老师，先说先生吧，就可能做成一种本能反应了，无所事事的时候顺手就抄起手机了。这个我也玩游戏，我家里也不反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是习惯于把自己在家里需要做的事情啊，还有一切都搞定的情况下，我踏踏实实玩，家里也会给我一些时间自我的空间去放松一下。哎，我玩的我也痛快，家里也说了，哎，你让他玩会儿，然后别的事儿我也不耽误。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自控的问题，规划好一个玩的时间是没有错的。再有一个，这个妻子这边呢，我是想你幻想一个场景啊，就是如果他真的今天只谈玩游戏的话，他把手机放下，他也不玩了，站你身边一天24小时，傻站着就看着你，要不就你给他下命令，你去干这个去。头几天可能你觉得会很舒服，就觉得哎，他不玩游戏了，我让他干点什么也能配合得好了。但是时间长了，就跟玩游戏一样，你依旧觉得他做的不对。这会儿你的要求就是该提升了，你就不能主动干点这个，你就不能主动干点那个。但其实这些问题都是互相磨合来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效的沟通，然后每一个人都替对方考虑考虑，这样我觉得会更好。好，谢谢曹老师。来，倪娜老师。我们先来那个统一一个认知哈，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它是有一个成瘾，游戏成瘾是有自己的标准的，它的标准有3点，我告诉您啊，第一，行为失控，对游戏的开始、结束、持续时间没有办法控制；第二，已经知道这种玩游戏的行为对学业、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健康造成损害，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停止玩游戏。第三个，游戏成为生活的优先行为，其他的兴趣爱好，包括日常活动，都要让位给游戏。游戏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儿。这3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叫做长期。但你的丈夫明明都不适合啊，你的丈夫没有在这3点中的任意一条。假如你要用这3点来套我们女人买衣服的话，可能比套您先生玩游戏更显示的我们买衣服成瘾。您的丈夫是一个成年人，虽然他对家庭没有大的建设，但是他凭什么不配玩游戏呢？还是你认为他因为没有做出过经济的重大贡献，所以他在这个家里不配拥有自己时间，不配拥有个人爱好？所以现在你的一切的抱怨，其实就来自于对于丈夫的不满和轻视。因为丈夫不是你所期待的那么优秀，所以他不配在家里有快乐。他最好眼里永远能看到地上我还没看到的，或我已经看到没顾上做的活。丈夫在您的视线里是一个从属关系。另外说到您的儿子的问题，您儿子的没自信就来自于没有支持型的父母，并且自己的父亲在长期的被压制的家庭关系里，所以您的儿子没有父性榜样。您的儿子看到的就是弯着腰的爸爸和不配有兴趣爱好的爸爸，唯唯诺诺的爸爸。您还指望您的儿子怎么直起腰板做人？丈夫真的有像您所说的那样，就是一个网瘾中年吗？您自己想。太焦虑了啊！你先把焦虑放下，好吧？我印象当中，我父亲在我小的时候还有整夜跟人下围棋的习惯。男人有这样的习惯好。干嘛去了？别人是打麻将，他是下围棋，这不就是游戏吗？这不就是游戏吗？我记得我母亲也为这事儿跟他争吵过。都一样。我小的时候听到我姥姥说，我姥爷最多的就是老是搂着一本书在看，对吧？让他干什么都说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这个其实你画过来就跟游戏那个就对上了。你们俩今天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在于爱的缺失，就没有爱了，或者不知道我该怎么去爱他。对先生的要求非常简单，
在现在的基础上做到几个同步，对吧？我们要求你同步，你总可以吧？好不好？好。第一，妻子做饭的时候不玩，帮厨，好吧？一般的时候我都是在帮厨，就继续。我不喊他，他是不进厨房的。你看，你就说他一句是这样的，有什么不行的？非要来，那好，不要让人喊了，主动。第一个同步，好吧？好。第二个同步叫心理同步，妻子就觉得那个碗吃完饭就得立刻刷，给他一个及时满足。第二个同步，好吧？好。第三个同步上床，就他上床你也上床。他要睡着了，您说我没睡，我这还兴奋的大脑皮层什么的，您下来玩游戏，您先把这3个同步做了就行。啊，不，咱们带着那个热情去做啊，就是表明这件事儿很快乐的啊去做啊。我洗碗也很快乐，这行了吧？这行了吧？行。这行不行？行。要求不多嘛，真就要同步一些事情嘛。现在有些事太不同步了嘛。我要睡觉了，你说哎呀，老婆，我得把碗洗了，对吧？对不对？我要睡觉了，你说我再打一局游戏，搁哪个老婆心里会痛快啊？对吧？决定你们自己做，要求可以自己提。先生，我觉得你不要这样。男人有些心里话是要说出来的，别憋着，憋坏了。你老婆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现实，虽然很冷冰冰啊，麻烦你注意自己的身体。他和儿子都需要你，只是他不好好说话。他们是需要你，他也是需要你。这句话我翻译过来就是这个意思。您是怎么说的？还记得吗？你要是没了，最倒霉不你儿子吗？我有啥倒霉的？哎呦，就捎带一点。那你为什么不能说，老公你要注意好身体，我跟儿子都离不开你？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吧？结局是不一样的。说出来，说真心话，别老是那么刚刚的、刺刺的。当然这人也是讨厌。就是这么多年来，你就最可恨就是这样，看起来很无辜，对吧？没做什么坏事儿，其实，在对一个女性问题上，你也算是坏事做尽，不是说在外面风风流流那叫做坏事儿，您这坏事儿做得更可怕，让一个女人的情绪降到了冰点，让一个女人对爱彻底的失望。让一个女人看待生活是绝望的，她就想要一点爱，你都不愿意给，其实伸手就能给到的，你不想给吗？你以为你好啊？想想说什么，怎么说，好好回家沟通啊，放松下来。好，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老婆，咱们相恋了7年，结婚了19年，在这26年里面，我们一同走过来，真的不容易。我知道我的手机给了你很大的困扰，你放心，这次我一定会改的，把关注手机的关注点关注到你的身上，让你在我的心目中是永远的当初那个他。谢谢两位，来，请回，谢谢啊。鲍勃洪兄，确实婚姻中的中年焦虑，只有这样敞开心扉的说透了，他才不至于演变成中年危机。双出是肯定的，肯定是双出啊！但是我确实还是有点担心，丈夫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妻子呢是心门锁了太久，她如果能打开心门放松下来，换个角度去重新审视生活，我认为她其实是幸福的。曹老师，双出，肯定双出。尹娜老师，肯定是双出。我觉得女士挺可怜的，这一辈子没叛逆过。虽然说在父母身边待着吧，也是小公主的，但是这一辈子也没有为自己的兴趣爱好啊疯狂过。所以真是得放松一下，生活里头很多快乐未必是要在家务琐事中获得。来吧，我们看这对夫妻怎么再相见，请开门。
行了，我们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请见证，好好抱一抱。对不起。请亮灯啊！我说句实话，有点不忍心打扰。其实我相信你们曾经是特别浓烈的相爱，把那个东西找回来，加油好不好？祝你们幸福啊！谢谢两位，来，请回，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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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努力哦，请回。来，让我们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和我的女朋友，我们两个是在大学里认识的，现在相处2年多了。她的缺点就是太粘人了，我无论做什么，她都要跟着我。我希望我们都能有相对自由的时间和空间。我并不觉得我是很粘人，好的感情难道不需要高质量的陪伴吗？我就是觉得，因为相处的时间久了，他没有那么在乎我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要再找借口，好聚好散。有请这对情侣，有请。梁先生22岁，来自广东职员；郑女士22岁，来自广东待业。有请两位，有请。主持人好。好，欢迎两位啊！谈了多久？2年快3年了。哦，才谈了2、3年是吧？对，我们是大学认识的，学校有个校园墙嘛，新生入学，然后我看见了他的照片，我觉得挺好看的，我就问了他，拿了联系方式，聊了有1、2个月了，对对方有好感，然后就开始在一起了。我今天来这个节目呢，就是他很黏人，比如说我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一个人，我工作1天8个小时，在办公室里面坐在电脑前面，然后坐那个椅子很累，然后呢，我想出去运动，我喜欢运动是打篮球，他就很喜欢跟着我，然后呢，我就觉得他很麻烦，要不就在家里面看电视啊、追剧啊，什么样都行，就不要跟着我出去，因为打篮球他有时候很危险，会砸到他嘛。我时时刻刻都要盯着他，我就打得不好。不要粉饰啊，不要粉饰。男人在一起呢，尤其运动的时候，会表现出你不熟悉的另外一面，你就不要去看了吧，没啥意思啊，也不干什么，对吧？有的时候骂骂脏话呀，嘴里不干不净的，然后吹点乱七八糟的牛啊，对吧？你这个女人在旁边，我们没干什么，真的，对吧？你给她点空间啊，就为这个事儿来啊。还有就是。就他粘人点很多，而且事也多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给他盖被子嘛，在他眼里是爱他的细节。然后呢，他一晚上故意的踢10几次被子，让我表示我爱他。还有吧，就是说，我只是想要让他通过帮我盖被子这个细节，表现出他很爱我。可是我已经帮你盖了呀，那也没必要一晚上踢10几次被子吧？那不就只是盖个被子嘛？你如果连盖被子都不想，那你对我耐心也太少了吧？那暂且不说这个了，在大学期间嘛，然后在宿舍不是几个人一起打过火锅嘛，都有带各自女朋友过来一起吃饭，其中有一个人是没有女朋友的，他看到对面的我舍友他的情侣，他就互相喂饭呐，然后又夹东西什么的，他又觉得我没有这样给他做，说我不爱他，然后我觉得那个场合不适合，因为有一个单身的在那里嘛，我觉得这样做我会有点伤害到他，但是呢，他又要我这样做，我觉得很矛盾，他因此还回去这样子跟我吵。我只是看到别人很甜蜜嘛，但是我也很羡慕他们，而且也只是简单的喂个饭，帮我夹个菜什么的，他都不愿意。那你要在意一下我其他朋友的感受嘛。那人家也没说什么，你怎么知道他会在意啊？他出去玩，他总爱拍照，比如说吃东西的时候，
拍那些食物啊、美食发朋友圈，又没人给他点赞，他拍那些我都吃不上饭。然后呢，他就一直在那里，还要拍个10几遍、20几遍这样子。吃饭前拍照，我觉得是一个仪式感，然后我就喜欢记录一下嘛，就把那些吃的呀拍起来。不吃了不就行了吗？记录是为了啥？就是记录我吃过了也。他不仅这样嘛，还有脾气不好，对别人都好，对我不好，就生我气，老爱发脾气，时不时的就问我你还爱我吗？我变成了毛毛虫，你还爱我吗？就这样子，我觉得很无聊。然后出去玩的时候，我带错了路，他就跟我发脾气说你怎么都不看清楚啊，就带我去，又白走那么多，又累，他就当那个甩手掌柜，什么事也不做，出去旅游攻略我做，钱我出，还要帮他拿很多东西，他什么也不拿，纯享受。我这样子我还不如一个人去旅游算了，我带他干嘛？那男孩子帮女朋友拿东西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再说了，我们以前刚在一起的时候，每次出去玩都是你规划好路线啊，然后帮我这帮我那的，你也没说什么，现在就变成这样。我以前那是学生的时候，我学生的时候精力有很多，我可以分出一点精力放在你身上，规划我们之间的那些约会啊什么的。可是我现在出来工作了，我就没有更多的精力放在你身上了，你知道吗？我很累了。你说一个人下班，连一个人自己的自由时间都没有，然后不是工作就是陪着他啊，那我自己都没有我自己的兴趣爱好，连打球都不让我打。他还好意思说我，他刚才说带错路那个。他说我凶他，那我有时候带错路的时候，他不也凶我吗？我没有。你的朋友带错路了，一起出去玩，然后他们带错，你也没凶他，就只凶我。好可爱啊！先问你个问题，你再说啊。你回去打算分手吗？有时候熬不住的时候，是有这么一个打算。我现在问你，别瞎说啊！我问你是离开这个舞台之后，你打算分手吗？还不打算吧？你要还不打算，你说话的时候注意着点儿，别口无遮拦的，对吧？那台上那可以那个是吧？那回去怎么收拾你要想好。就是我们来这儿很多那个正在热恋当中或者恋爱当中这个男女嘉宾不注意讲话，你知道吧？这回去秋后算账可不得了啊！可是我要把事情说清楚，他才能理解我。好，那你接着往下说吧。我是提醒过了啊，你接着说。我们是已经见过父母了。见过父母了？是我带他见我父母的。我还没有见过他父母，因为那时候是去了深圳旅游嘛。我的家人也在那里，然后就顺便吃了个饭。然后呢，他总是很胆小，不想表现自己啊，有时候很排斥我的家人，因为我有3个姐姐嘛。然后他就有时候不喜欢我姐姐，可能就觉得好像对他有恶意，我说我姐不是那样的人。那是因为我觉得他姐也不喜欢我。上一次就是他不是说异地的时候嘛，然后他就是想要过来找我，但是他当时没有多少的钱嘛，他就跟他姐借钱，但是他姐就直接说他一句，那他不能来找你吗？然后我就觉得他姐不是很重视我。父母见了以后对他印象怎么样？我父母没有说太多，就全我去掌控这种节奏吧，就没有说太多。那你那仨姐什么意见？你的妈可多，4个妈，啊，我特好奇，你那仨姐见了他之后，什么印象？怎么说的？跟我妈一样，也没有说太多。你看，没说什么，都是他自己在想，没说什么。但是我感觉只是因为他们见到了我，然后在面前不敢说我，但是对我好像没有很热情，比他妈妈还不热情。我妈妈怎么不热情呢？她还给你夹菜呢。是你姐对待我比你妈对我还不热情，她妈妈对我就挺好的，一直给我夹菜啊，还要那不就行了吗？家里的老大都给你夹菜了，都对你热情了，你还要下面的人对你热情啊？但是我觉得，毕竟他们跟我相差不大嘛，就是还是有共同话题。可是，还处得不好的话，那我也不是很愉快。行，这一节我也听明白了，大概什么意思？那你为什么没见他父母呢？
我有想让他去见我父母，就是先见一面嘛，然后好不好的再说。但是他总是就是排斥，我让他去见他又说，现在好像没有那个资格去见他，又怕这怕那的。我也没有啊，只是时间还没到而已，也不着急。那我觉得你很好，所以我才先带你去见。我很好，为什么你不能见一下我的父母，让你觉得一下他们怎么样呢？再说我们谈到现在都快3年了，时间也不短了。女生想结婚了？没有，就是我觉得可以有先见一见的必要。哦，大概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呀？26、7吧。有打算嫁给他吗？是有打算的，但是现在出现情况嘛，所以就是想。出现什么情况？我们之间都有矛盾啊。他是说你就是他现在烦你黏他嘛，他认为在你的世界里面就是他嘛，我这么听下来，对吧？但是我也并不是黏人吧，我只是想要让他多抽一点时间来陪我。所以你会觉得他对你的陪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不关心了，比较冷漠了，对吧？男生会觉得女生太黏自己了，有点受不了，是吧？还有事儿多，对啊。他那个仪式感嘛，他抓得很严。平时节假日啊、纪念日啊，都是我送给他的。我几乎没怎么收到过礼物，我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都是男的去准备，女的一点都没有去准备？我觉得对我这些事情也不那么上心吧。我有送，我送的都是些小玩意嘛，因为女孩子就是喜欢那些小摆件啊、小挂件，然后我就送给她，她只是没有用到，然后就摆在那里，就落灰了，她就觉得我没有送她东西。你送人一个礼物不应该是先观察他喜欢什么、需要用什么吗？你这么相处这么久了，连我喜欢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那我直接问你，你要什么我给你买，你都为什么不说？你还用问吗？对啊，男生都需要小细节啊，球袜呀、球裤啊、护膝呀、护肘啊、球帽啊，实不行给他买个球啊，对吧？就这东西可以吗？喜欢吗？我没收到过，但是你说我确实喜欢。我知道他喜欢球，但是我给他买了一个小球的那个挂件。可是他知道我来一句吧，孩子，你今天来干嘛呀？我希望他能给我多一点的个人时间，因为我现在工作，他现在还没有工作嘛，他也能找一份工作，就可以消磨一点时间，不要那么黏我。男生是来要空间的，是吧？他说他进学校的时候，在学校那个墙上面看到你的照片，你是比他高1级吗？没有，他比我高。她是我师妹。哦，师妹。今年刚毕业，对，今年才出来实习的。哦，才实习啊，难怪呢。2个人是有那个时间差的，一个已经进入到社会，要在社会里面那个去转了，还有一个就是活在象牙塔里，我的世界就是恋爱的。哎，你为什么老问他爱不爱你啊？我这事儿挺好奇的。因为我感觉就是他自从工作之后，就陪我的时间很少嘛，然后又不在意我说的那些细节和仪式感了，就是没有以前那么的贴心和热情。说白了就是他变了。对，我就感觉他变了，他就不爱我了。而且自从我出来实习嘛，然后我就去他那边住了一段时间，我也发现了他有很多毛病。什么毛病？就比如他有那个拖延症，很严重的拖延症，做事情什么都磨磨蹭蹭的。就是回家了嘛，我就让他赶紧去洗澡，先把澡洗了，然后再去休息。他就不听，就直接躺床上玩手机。我那是工作累了。那你不能先把澡洗了，然后再去休息个够吗？听明白了，听明白了。这个愿意跟他分手吗？我问的比较直接啊。如果他可以改的话，不，我们不说他改不改，就是你会和他分手吗？如果现在有一个更优秀的男生来追你，你会跟他分手吗？我把问题问得严谨一些。不会。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还是爱我的。有一个仪式感更强的，没有拖延症的，很懂你的，家里的爸爸妈妈非常的尊重你，也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很爱你的男生追求你，你会不要他吗？应该不会啊，晚上愿意给你盖10次被子哦，你踹10次盖10次，踹100次给你盖100次哦。但前提是他有耐心的条件下，就不会因为这些去烦我。啊，对啊，那个人就很有耐心啊，那个小伙子。不会。你会不要他吗？不会。
不会啊，确定啊？你说的啊？不黏腻你哦，不黏你哦，不烦你哦。你愿意什么时候洗澡什么时候洗澡，你愿意打篮球打篮球，绝对不跟你去，除非你要求。送的礼物全都是送在你心坎里的，没什么破事儿。啊，长得也很漂亮，啊，这么一个女生追你，你会放弃她选择那个女生吗？她虽然是黏人，可是她挺关心我的。那个也关心哦。不可能会有这么全面的人吧？万一呢？晚上不要你给她盖被子什么的，也不会问你到底爱不爱我。可贴心了啊！出去玩全是她做攻略哦。可是这样的女生的话，她不会跟我在一起的。那她还要找情侣干嘛呀？哦，你看很有意思啊！我刚才给2位做的那个假设啊，现实生活里经常会出现。因为你们步入社会了，不再是一个小圈子了。换而言之，我给你们描述的只是你们要面对诸多问题的一部分。别人追可能是一部分困扰，对吧？那可能没有别人追，不是因为出在这个问题上，是因为我工作遇到了很多烦心事情，对吧？可能是我跟同事之间的关系不好，可能是我面对职场我无法去适应，我们会面临太多杂七杂八的事情，所以今天他才来嘛，他困扰嘛，我又是爱这个女生的嘛，但是现在这个女生好像我这个恋爱谈的让我觉得很麻烦，对吧？我怎么能够让这个恋爱谈的不麻烦、很轻松，又能跟他在一起呢？这应该是你今天来的核心，对吧？对。女生今天陪他来，就是想知道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对吧？你也是想知道他到底还爱不爱你，对吧？我觉得今天至少到此刻，今天他还是爱你的，这个你可以放心。至于你们应该怎么办，你们可以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好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来，于老师。女生很粘人，换个词，那就是依赖。你认为这样的粘人很甜蜜，但是对她来说是一种负担。你认为这样的过度的依赖，她收获的会是疼爱，结果呢，您发现她有一点厌烦，因为男人确实对自己的恋人这样的粘人，他会感觉到好累，甚至好怕，对，有一种想逃的感觉。对对对，再爱也要有彼此的个人空间的，尤其这个年龄段的男孩，他渴望有自己的个人空间。您认为这是不爱你吗？我们在恋爱当中，就像你们这样的小男生、小女生，往往是在最爱的时候，拼命的去寻找对方不爱我的证据，等到真不爱了，又拼命的去寻找对方爱自己的证据，反复的作，这样真的会把爱情作死的。所以现在我想，轻轻松松的谈一场恋爱，相互信任，自己多一点自信，一切都有了，明白吗？谢谢，谢谢于老师。杨老师，女生，你知道为什么男生带你见他的父母，他就很随意安排了吗？为什么你要带他见你的父母，他就不去吗？不知道。不知道哈，我先跟你讲为什么他带你见他父母，他毫无负担，因为他们家他说了算。他带回来这个女孩好与不好，他爸妈都不给意见，因为他爸妈相信他要觉得好他就处着，他觉得不好他可以换一个，他没有压力，他的父母也没有压力，他们家是传统家庭，觉得男孩子嘛谈个恋爱无所谓，女朋友嘛好就处不好分了手也无所谓，所以他可以随便带你去，不代表他有多爱你多重视你哦。你为什么邀请他去他不去？因为他是个挺理性的男生，他觉得你们俩的关系不足以见你的父母，他还承担不了见你父母的责任。换句话怎么说呢？你还不是他那个认定的人，他觉得我现在还没有到这个份儿上，能跟一个长辈说叔叔阿姨你们放心，女儿交给我，所以他不敢去见。所以我才告诉你，你毕竟也20多岁了，也要进入社会，也要和一个男人，你爱的男人，我们共同走向一个好的未来，那你必须得有自我。
你现在没有自己，你把所有的感受都建立在别人对我男朋友爱不爱我，他的爸妈对我热不热情，他的姐姐对我好不好，这样你就没有了魅力，你没有了自我就没魅力了，你知道吗？赶紧找工作，很多时候还是因为闲的。找一份工作，我们彼此都有了生活中除了爱情以外其他的寄托，你们就对等了。赶紧长大吧，好不好？啊，就这样，谢谢。谢谢杨老师。我接着说了我就不另起一行了啊。个人感觉，你们俩来早了，明年再来正合适。不是比你大一届吗？其实像男生刚才说的啊，当年谈恋爱的时候对你也很关心，对不对？嘘寒问暖的。但是现在为什么突然出现问题了？最大的结果就是刚刚参加工作，见识到社会的残酷，开始需要为未来规划了，压力也上来了。但是你还没到呢，所以为什么我说明年来俩人视角变得一样了，可能有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会儿要真有什么大问题，那就是决定你们俩未来的问题。就是其实我说啊，我没几位专家思考那么深，反正我往这一坐，听你们俩说这些事儿呢，其实完全就不叫事儿，就回到了曾经的自己。对，上大学的时候这些问题我身边同学都是大学的时候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情侣们都有你们俩现在问题。它主要就是身份转换的一个过程，从学生变成一个社会人的一个过程。他在转变，他已经转变完，你还没到呢，所以好多事儿你跟不上这节奏，你还是觉得用过去的标准去要求他，但反之他在忙活现在的事儿，你也忽略了他没有转变的这个过程，所以矛盾不就出来了吗？等1年吧啊，有事儿1年以后再来。我说完了，谢谢大家。谢谢曹老师。来，明年他们来不了，我觉得他们是要分的。要分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你没那么爱他。你从头到尾，你都是在拿这个男孩当成一个挡箭牌来抵挡自己的无聊，抵挡无所事事，抵挡眼前我不知道干什么，我无足轻重，好歹还有一个男生肯听我差遣。你为了来确认自己是不是还对他有这样的一个号令权，所以可以夜里3番5次故意弄掉被子。你不是踢被子，你是踢男友，弄掉被子踢醒男友来帮你拾被子。这是得多无聊和多希望在生活里头寻找小跟班，你才会反复的验证这个，就每天验证10次，跟班走了吗？跟班走了吗？你的男友现在不可能再是你的跟班了。大学的时候，他可以把你和篮球当成他大学里头除了学业之外最重要的事情，你偶尔和篮球吃吃醋也就行了。但是现在，如果你要让他考虑到你，他就得考虑生存，那么他的压力更大。如果你让他不考虑你的话，那么他的时间将会完全不给你。所以无论如何，这个男人已经不可能不再是你的跟班。如果你还要求他一定得以跟班的形式存在于你的生活当中，那么对不起，你将失去这个男孩了。现在的你是无足轻重，就像你去见他的妈妈、他的姐姐一样，你去见不是因为你有多重要，所以带你去见，你去见是因为你根本不是个谁。我带你和带 ABCD 其他后来者都无所谓，我妈只会说真棒，一个更比一个好，一个更比一个成熟。所以一个女孩子连工作都还没有，大学刚刚毕业，连结婚这事儿都还没有摊到日程上来，你怎么会愿意见别人的家长？你怎么会以见家长作为对于自己爱情的一份褒奖？这得有多大病啊，姑娘！你去见了人家的妈妈，人家妈妈是把你当孩子呢，还是把你当一位成年女性，我未来的儿媳呢？说你是成年女性，连整个状态都没有一副成年的样子，要工作没工作，要技能没技能，要爱好没爱好，只会阴的说我无聊，就跟你谈恋爱本身就很无聊啊。但他不觉得无聊，是因为眼下他对你有一份需要，这一份需要就是你还对他说我要。你也喜欢强有力的女性，但是你知道那一类的女性不会对你那么样的撒娇，不会坐在那儿等你，你承担不了那样的一个风险，所以你也更喜欢一个这一种女孩子来成就你心中作为男子汉那一部分的骄傲。
因此在这一块上你也暂时割舍不了它。但是很快，这一个粘在你腿边、起初很可爱像小猫一样的女孩子，她会成为你奔跑路上的绊脚石。等你被她绊得摔了几跤，并且把她也弄伤的时候，你也就不得不离开她了。所以这一桩爱情挺不到1年，如果不再发生任何改变的话。谢谢米大老师啊，挺好的。我跟你们说，这个年轻人谈恋爱反正就这样子，就是年轻的恋爱，就是在你们这个岁数的恋爱，基本就是这样。这么多年来，我听下来也没做出什么新花样。年轻的爱情就是懵懂，唯一，除了你就是我，我的眼里只有你，没有旁人，对吧？是不是？这太好了，就是干净，很纯嘛。那除此之外还有点什么呢？刚才米娜老师是从一个成年人的角度，步入社会成年人的角度，成熟的一个女性的角度，帮你们做了一个解读。就是爱情本身应该有一个什么样子，对吧？它能让人上进，它是让2个独立的人变得更加有独立的人格，然后在精神层面去做一些交流，那是后话，反正生活都会教会你们的。啊，珍惜眼前的幸福吧，年轻人！来，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其实我忙于工作，确实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顾及到你的感受的。但是呢，我也希望你可以给我更多的自由的时间，因为爱太多的话，我会像束缚一样。我能感受到你是爱我的，我也是爱你的，但是就是希望你能够多抽一点时间出来陪我，让我感觉到你还有在维持这份爱情。希望你能够改正，我说的那些缺点，还有我也会尽量的，不那么黏你，给你一点自由的空间。我会知道你的习惯的，我也会好好的爱你，一遍一遍的向你确认。谢谢2位啊，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预测吧。确实，就像赵传老师说的，这个恋爱的年龄是最快乐的年龄，但是恋爱它是没有标准的模式和方式的。如果刻意要去寻找这样的标准，那最后真的会损伤了这样的恋爱。双出也是肯定的，肯定双出。但是我们看着觉得，哎呀，你看他们其实就是爱情那个样子很甜蜜，但是实际上他们作为个体在其中是很难受的。我是希望他们谈一个不难受的、轻松的也甜蜜的恋爱。哎呀，那曹老师，哎呀，还用问吗？肯定双出。我特别喜欢你那段发言，就是你们应该1年以后再来啊。对，来早了，我就觉得啊，1年以后可能就来不了了。不是你，我是觉得相对的，你得给这个年轻的这个情绪给他点希望，对不对？对，米大老师啊，这一次会出来，1年后来不了。来，我们来看看这对年轻人作何选择，请开门。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请见证。来，请亮灯，加油！给我个面子，一定啊，一年以后也不要来啊，1年以后也不要来。不是，1年以后也可以来，可以来，但是一定要打他们几个的脸啊，一定好好过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请回，请回，请回，谢谢，谢谢。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